被止损单强制退出交易后，看着市场立刻朝着你预期的方向起飞，这种心情是最令人沮丧的。这会让你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只是运气不好，还是说在你所交易的市场中发生了其他事情。如今，这一切都与聪明钱 （Smart Money） 的操作有关。我将揭示大资金如何引诱你买入或卖出，从而从中获利。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哲伟投资与交易”，并全程观看本视频。聪明钱能够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看到供需的平衡。许多新手交易者惊讶地发现，市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操控。金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专业利益相关者、经纪人、交易商、银行、交易集团。但主要的价格波动最终归因于数量有限的主要参与者及做市商，也被称为聪明钱或专业资金。这些交易者创造了市场，他们能够在订单到达时看到所有的买卖订单。他们还可能使用特殊的交易技巧来填充大量买卖订单，以避免价格对自己或客户不利。这些交易者可以看到屏幕上所有的止损订单，他们还了解所谓的内幕信息。尽管内幕交易是非法的，但事实上，特权信息经常被用来赚取巨额利润。简单的说，聪明钱比任何人都更能看清供需之间的平衡。聪明钱的交易活动体现在成交量和价格波动上。专业人士的交易方式多种多样，从超短线交易到长期的价格积累和分配。聪明钱交易活动的结果体现在成交量和价格波动上。成交量告诉你有多少交易活动发生，价格波动或价格走势则告诉你专业资金对这种活动所处的位置感到满意。这就是为什么价格波动如此重要。然而，你需要认识到的是，聪明钱可以采取多种手段来增强他们的交易头寸，例如股票的跳空上涨或跳空下跌、洗盘、测试支撑位等。这些都是帮助聪明钱成功赚钱的盈利策略，而代价则是你的损失。聪明钱必须尽可能隐藏他们的活动。做市商比大多数其他交易者更能发现机会窗口。好消息或坏消息都是机会。作为零售交易者，你几乎听不到这些活动的任何消息。聪明钱最不希望的就是你或其他人知道某只股票正在被积累或派发。他们必须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活动。聪明钱甚至会走到极端，制造虚假谣言。这种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普遍得多，或者公开抛售股票，同时通过其他方式秘密买回并增持。例如，当聪明钱预计价格上涨时，他们会在推动价格上升之前抓住所有止损点。如果他们预计价格会上涨，当然他们希望以最好的价格买入。当你看到一只股票的基本面疲软，业绩不理想，公众因此预期价格会下跌，但股价却出现了上涨，这也是聪明钱常用的策略之一。顶级专业交易者懂得如何解读成交量与价格走势之间的关系。从实际角度看，专业资金的交易由大量的交易组成，如果规模足够大，就会改变市场的趋势。但这需要时间。他们不参与的时候同样重要，就像他们积极参与一样重要。当这些交易者对任何上涨都不感兴趣时，你会看到成交量低迷，这被称为无需求。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反弹不会持续太久。记住，正是专业交易者的活动导致了成交量的显著变化，而不是像你我这样的散户交易者的活动。聪明钱会利用好坏消息来增强他们的交易地位，并利用人类已知的弱点。聪明钱理解人性心理，他们知道大多数交易者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两种主要恐惧的控制：错失恐惧和亏损恐惧。他们经常利用好消息或坏消息来增强自己的交易地位，并利用人类已知的弱点。如果消息很糟糕，而且在那一刻对他们有利，市场做市商可能会迅速压低价格。结果呢？那些在较低价位买入的弱势买家容易被震仓出局。如果消息看起来真的很糟，这种方法非常有效。止损订单会被触发，允许他们在更低的价格买入股票。与此同时，那些因为坏消息做空市场的交易者会被快速反弹锁住仓位，然后这些交易者不得不平仓，他们几乎是被迫买入，
帮助一直持有多头的专业资金。聪明钱最想向你隐藏的东西不是价格，而是成交量。聪明钱最想向你隐藏的东西不是价格，而是成交量。看到价格只会给你带来恐惧或希望，但知道成交量才能给你事实。市场可能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世界上所有的自由市场运作方式都是一样的。一个市场越具有流动性或交易越活跃，就越难以被操纵。做市商不能随意拉高或压低价格，只有在交易稀少的市场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你经常会看到市场操纵行为，你也必须预料到这一点。但是，聪明钱需要一些机会窗口，比如订单簿上的交易订单暂时减少，或者充分利用新闻事件，无论好坏。聪明钱知道你会如何作为一个投资者或交易者行动。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人类都会被训练成群体行为。媒体在帮助投资者和交易者形成对交易工具，如股票、期货、外汇或加密货币的看法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当媒体引导的关于交易工具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无知的羊群相信他们时，这将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因为聪明钱知道你会如何作为一个投资者或交易者去行动，他们知道如何引导你。他们知道人类最强大的两种情绪是贪婪和恐惧，而这两种情绪在投资或交易决策中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你也许还会问，聪明钱是意图偷走你金钱的邪恶存在吗？当然不是。这些是理解人性和市场结构的聪明机构，他们把这些活动看作一场游戏，并掌握了赢得这场游戏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只是利用特定情况下的机会。他们拥有财务优势和对金融市场的深刻理解。他们相对于散户投资者或交易者来说有优势，并利用这个优势来盈利。成交量波动分析 VSA 是散户交易者对抗聪明钱的武器。此时你可能会想，这与赚钱交易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能直接展示一个策略？答案是成交量波动分析 Volume Spread Analysis VSA。但在学习 VSA 之前，了解这些信息至关重要，因为要想赢得这场游戏，你首先必须接受它的存在并理解它。当我刚开始交易时，我最初并不接受这一现实，但随着我对市场进行深入观察，我注意到了一致的模式。你也知道这些模式。你看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位，甚至可能是移动平均线或整数关口的汇合区域，你在那里买入，期待价格上涨，但市场跌破支撑位，带走你的止损，然后价格又迅速回升，甚至触及你的初始目标。这种情况一直在发生。于是你责怪你的经纪商。是的，如果你使用的是一家来自可疑国家的经纪商，并且你经历了异常的价格波动或点差增加，那么这家经纪商确实可能存在一些阴暗操作。但真正猎杀你止损的并不是你的经纪商，聪明钱才是幕后黑手，因为他们需要你的止损来赚钱。止损订单代表市场中的流动性，而大玩家需要流动性。这些大玩家不可能一次性全部建仓，他们必须通过寻找流动性的方式缓慢建立仓位。而市场中的止损订单是获取流动性的最佳方式。聪明钱会诱惑散户交易者做出错误方向的交易。这里有两种常见的交易误区：某个支撑位或水平位越明显，围绕它的信号就越强越可靠；或者在支撑位正上方下单买入，并将止损放在该支撑位下方。这只是你在大多数交易书籍中读到的一些例子。我以前的视频中可能也说过类似的话。然而，仔细想想，如果每个人都想在某个价格买入，那么谁来卖给他们？每个买家都需要一个卖家。如果聪明钱想要在某个支撑位买入，但预期大量其他交易者也会这么做，他们就必须找到让交易者站在他们交易另一边的方法。聪明钱想要做的就是诱惑交易者做出错误方向的交易。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你以前很可能也见过，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再举个例子，你想在价格下跌后买入一个支撑位，价格很少会刚好停在那个价位上，这在交易书籍中才会出现。现实中，你会看到价格穿过这个水平，看起来这个水平没有守住，
价格突破了。这对聪明钱来说是一个理想的情景。首先，那些迫不及待在潜在反弹支撑位买入的交易者会看到价格朝着他们的止损点，本质上是卖出订单移动。其次，其他交易者现在开始考虑卖出突破行情。这些散户交易者现在正在向聪明钱卖出，而聪明钱则乐于以非常低的价格买入低于支撑位。随后价格将上涨，并击穿那些卖出假突破的交易者的止损，这进一步加速了牛市行情。最后获得利润的交易者是聪明钱。对我们散户交易者来说，令人沮丧的是，我们最初的买入支撑位的想法是对的，但最终我们却亏了钱。聪明钱在激发你的贪婪和恐惧。假设当前价格是 3.65 美元，价格不断下跌至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 2.60 美元，你和其他交易者都预计价格会在这里获得支撑。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价格在接近这个水平前就开始反应。当价格在 2.90 美元开始盘整并小幅上涨时，急躁的散户交易者会变得非常紧张，并担心价格已经找到了支撑，会错过这次上涨行情。我们散户交易者是一群非常贪婪的人，我们讨厌错过价格。聪明钱当然知道这一点，并会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谋利。他们再次诱惑业余交易者过早出手，即使价格还没有真正到达支撑位，也开始做多。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聪明钱现在可以推动价格进一步下跌，引发那些持有多头头寸的交易者的恐慌，然后在他们退出交易时低价回购。你可能会问，市场操纵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如果你能学会正确阅读图表，使用成交量波动分析 VSA， 你会发现聪明钱的一些意图，从而与市场的实际情况保持一致进行交易。我的意思是，难道你不会这样做吗？以最低的价格买入，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出。这就是交易的游戏规则，低买高卖。但首先，你必须学会如何避免成为市场操纵的受害者。你必须了解大玩家的思维方式和交易方式。你必须与大玩家站在同一阵线，并加入他们。如果你觉得有帮助，请点赞，这样我们就知道你是否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视频。如果你想进一步提升你的交易水平，请订阅我的频道。下次见。